Joel's statement's more of a political bluff. The Chinese simply don't have the capacity to wage war against us, nor do they have the industrial capacity either. The 38th parallel is simply a geographical marker. There's really nothing to stop the UN forces from crossing it. Good point. If the Chinese wants to play this poker game, they will have to show more cards than they have till now. Well, I've cabled General MacArthur, telling him he has ample latitude in the Far East and Korea. Tell General MacArthur that we have arrived at the 38-degree line. Forward. 就在昨天，南朝鲜伪军率先越过了38线，麦克阿瑟率领所谓的联合国军大举跟进，直逼平壤。而且今天上午，麦克阿瑟还向金日成发出了投降敦促书。金日成同志紧急召见我朝鲜大使逆之亮，坚定地表示朝鲜军民将誓死捍卫朝鲜的每一寸土地，希望我国政府派兵支援。同时，斯大林同志今天也来电，转达了朝方的请求，希望我们能考虑出兵问题。眼下这个形势啊，估计平壤很快就会沦陷，战火会一直烧到我们家门口啊。刚才我接到了金日成同志亲自写来的求助信，近在咫尺的兄弟国家遭了难，我们心里也不好受啊，不能袖手旁观，唇亡齿寒呐。我是不赞同出兵的。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为了拯救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朝鲜，而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中国，无论如何都是划不来的。我赞成林总的意见，和蒋介石国民党打，我们是有把握，但和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打，我们的武器、我们的装备远远不及他们。美军一个军就配备有火炮14210门，坦克430辆，另外在朝鲜还有1100架飞机，300艘军舰。我们既没有坦克，也没有飞机，更没有军舰。这仗怎么打？我的意见是，最好在鸭绿江一线展开积极的防御，能不打还是不打。主席，天都亮了，要不然您睡会儿吧。你去把彭德怀给我找来。是。主席啊。哦，老彭啊，你来了。昨天啊，去开会
我来的晚，我听了大家的发言啊，想了一个晚上。你不派人来找我，我也来找你，我要跟你好好唠唠。看来咱们两个是心有灵犀呀。来，坐吧。你派飞机去西安接我，我还以为你是要跟我讨论大西北的建设规划，我连规划图都带来。可我怎么都没想到，一下飞机，闻到的是硝烟味儿。根据朝鲜发来的最新战报，美军和南朝鲜军还在继续向38线以北推进。他们仗着有飞机大炮，横行霸道，欺人太甚。老彭啊，昨天你没有来得及发言，可大家谈的你也都听到了，实际困难是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呢？我很想听听你是怎么考虑的。我们是有很多困难，可美国人的困难也不少。第一，他们兵力不足，补给线长，从美国本土到朝鲜要5000多海里。我们呢，背靠祖国，跨江就能进入战斗。第二，朝鲜的地形啊，是个狭长型的版图，山地居多，打这种仗是我们的强项。第三，我们要铭记历史教训，当年日本人就是以朝鲜为跳板占领咱们的东三省，咱们不能让历史重蹈覆辙。美国军队固然强大，我们不能轻视敌人，可也不能轻视自己。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政权，又有几百万久经考验的军队，我们应该有信心战胜敌人。你出兵朝鲜的决策，我拥护。有战略眼光，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现在朝鲜处于危机时刻，箭在弦上，兵贵神速，我们要跟敌人抢时间。所以主席啊，不能再举棋不定了。老彭啊，你看这个艰巨任务，谁来挂帅？那中央不是已经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他有些情况恐怕去不了喽。什么情况？第一，他明确反对出兵；第二，他确实身体不好，中央已经批准他去苏联休养。那主席和中央的意见呢？我们的意见，这副担子还得你来挑啊。只是你刚从西北来，恐怕还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所以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老潘，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老实讲，我以为啊，你也会谈条件的。咱们认识多少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到时候好好的摆摆你的看法。好。昨天啊，我来迟了，没有发言。今天我要表明一下我的态度。美国既然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那我们就不能坐视不管。历史上唇亡齿寒的教训，不能忘记。朝鲜与我隔江相望，美军一旦占领了朝鲜，随时会威胁我东北。他们现在又派出第7舰队进驻了台湾海峡，控制了台湾，那随时会威胁我上海、丹东等地。这个老虎的本性，它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取决于它的肠胃。如果我们一味地对它让步，那就只能使它更加猖狂。有的同志担心啊，这仗一旦打起来会影响我们搞建设。可我认为，如果我们今天不敢和美帝国主义建个高低，那将来我们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建设也会让它倒个稀巴烂。所以，出兵朝鲜是必要的。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我们再搞建设。
讲得好啊！老彭啊，我们不出兵则已，一旦出兵，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争取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敌人。同时，我们要做好战争狂人随时准备轰炸我们大城市，甚至是扔原子弹的准备。主席，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它关键是我们能否打赢，打得赢风险就小，打不赢风险就大。最后，无非是他们打进来，我们再回到山沟沟里去。也就是说，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嘛。我赞成彭老总的意见。看来这一仗是非打不可呀！抗美援朝，我是积极分子。这是林家图老先生写的信，他也认为应该出兵朝鲜，不然后患无穷啊！民主人士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更是责无旁贷。我们常说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比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要强大得多。如果我们不出兵救朝鲜，怎么能够显示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呢？为了激发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也要出兵。总之一句话，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Телеграмма 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Цзэдун только что сообщил,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готова выступить в Корее для участия в вой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Передать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и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мою особую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Кита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также затребовала обеспечить их самым передовым имуществом и вооружением и снаряжением. Кроме этого, они надеются, что наши военно-воздушные силы присоединятся к боевым действиям. Чтобы они могли тягаться со столь высококлассно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армией, как США, нашим долгом, безусловно, является обеспечить их самым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вооружением и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м, но вот направлять наши военные самолеты для прямых столкновений с американцами, боюсь, что такое может вызвать начало нов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Опасность такая есть. Но опыт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а и всей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показал, что без поддержки с воздуха, которая является, да и вообще победоносной системой, эти китайские войска против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войск могут навоевать.主席啊，我们已经决定出兵，可我们以什么名义出兵？我想过了。就叫中国人民志愿军。好，这个名字好啊！在世界历史上，以志愿军的名义支援其他的国家，是不发先例的。马德里保卫战就是各国的志愿军。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向苏联要的武器装备援助什么时候能到位，尤其是空军。那现在战争。天上一半，地下一半。如果我们有了空军的支援，有了制空权，那这个仗打起来就更有把握。是呀，我也正为此事担心呢。我把要求支援军事装备和空军的事情通报给苏联，苏联迟迟没有回复。此事关系重大。本来啊，你要亲自去一趟苏联，
面见斯大林同志。既然我们出兵，苏联也责无旁贷，务必让他们尽快为我们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空军。好的，总理。我和林彪要去苏联，你马上办一些相关手续，你也和我们一道去。总理，我找您点事儿。什么事儿？我想辞去外交部的工作，去朝鲜参战。3大击退8项注意，第1条是什么？一切行动听指挥。马上去办。是。哟，吃钉子了吧？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不就是想去朝鲜战场立个大功，然后回来让我姐羡慕你吗？我告诉你，没戏。我姐夫已经带着部队去了，等他回来呀，他就是军长，是司令了。人们都怎么说的来着？官高一级压死人。我姐夫那官啊，可比你高好几级呢。压死你，压死你！美军自仁川登陆以来，进攻速度非常快，现在已经越过3-8线，先头部队直逼平壤。所以我们根据美军的进展速度及空中打击，决定指挥部先不过江，暂定在鸭绿江北岸。不行，这我不同意。咱们大部队这是第1次出国作战，遇到的问题一定很多，何况入朝之后还关系到和朝鲜人民军的协调配合问题。主帅脱离部队，隔着鸭绿江指挥，那不行。我的意见是，前线在哪里，指挥所就应该设定在哪里。彭总，部队没有到达位置前，指挥所就跑过去，这太危险了。是啊，彭总。那前线的战士不危险啊？啊？我们这回面对的敌人，武器装备比我们强得多。根据刚才邓华说的，他们进攻速度还很快。麦克阿瑟这个人啊，持强骄横，目空一切，咱们就要利用他这个弱点，在朝鲜这个狭长的地域中，第一仗，我们就要灵活机动，采取运动战的方针，突然袭击，打他个出其不意，把他打懵打乱，然后分兵合围。虽然我们收复失地是主要任务，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消灭他的有生力量，所以指挥所一定要随部队而动，这样便于指挥。彭总轨道也。第一战打响前，咱们志愿军的所有行动都要绝对保密，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出发的时间不能跟任何人透露，包括家属。彭总，那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出发呢？邓华，你估计需要多少天能做好出国战斗的准备啊？20天。打个对折，10天。10天？彭总，10天？10天之内，部队必须做好一切出国战斗的准备。彭总，10天，这太紧了吧？来不及了。那我们就得跟敌人抢时间。那麦克阿瑟他不是宋襄公，他不可能愚蠢到等我们摆好了阵势他才来，对吧？10天，10天之内必须做好出国战斗的一切准备，可不可以？好，就10天。
大家有信心没有啊？有。我彭德怀啊，本事不大，这回又是廖化当先锋，可我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中国生，朝鲜死，朝鲜埋，光荣之治。恩来刚刚来电，由于苏联近期无法进行空中支援，斯大林同志建议我们暂时停止出兵，让金日成同志率领人民军撤到我国进行休整。搞啥子名堂嘛？那当初希望我们出兵的是他，现在又不让我们出兵。主席啊，各路部队都已经动员起来了，那朝令夕改是兵家大忌呀。更何况，这美军占领平壤之后，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迹象，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向我国边境推进。军情似火，刻不容缓。现在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这个计划不能变，时间也不宜再推迟。按原计划出兵，朝鲜战场，寇能亡，我亦能亡。What's that sound? Couldn't possibly be the Chinese. Of course, to avoid any risks, all bridges over the Yalu should be destroyed as soon as possible. Subject to the proof of the Joint Chiefs, General. You take care of that court? General. General Walker ordered the retreat of all to the south of the Chongchun River through Kunuri. Kunuri. Fortunately, the North left that opening, sir. Otherwise... 第40军118师在温井围歼南朝鲜第6师第2团，击毙敌人325名，俘虏敌人161名，缴获汽车38辆，火炮12门。第40军右翼120师306团在尖洞南山与南朝鲜军打响。东线42军310团在黄草岭地区与南朝鲜首都师正面交火。第39军在玉山地区遭遇美军。遭遇美军？对。潘云，你去查一下。好。哎，不用了，黄总，我已经查过了，确实是美军第1骑兵师第8团。怎么会是骑兵师？这个师是美军的王牌劲旅，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历次大战中都是开路先锋。尽管他们早已更换了机械化装备，但仍然保留了骑兵师的番号。
在美国仍然是独一无二的军中骄子。你妈的碰到硬骨头了啊！通知吴信全，让他看准了再打，把这个真老虎当纸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打给全世界人民看看。是。38军现在在什么位置？38军是朝往西川。通知2大家加快速度，占领西川，即刻展开攻击。是。主席。主席。哦。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同意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对此表达我国政府的立场。通过了。哎，我还以为美国要利用能够操纵联合国多数的优势，把我们拒之门外呢。美国其实有其自己的目的，一方面想借此机会与我们进行某种形式上的接触，另一方面想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把我们推上被告的位置。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仅想在战场上跟我们斗一把，还要在外交舞台上和我们一决高下。是啊。美国的代表杜勒斯公开宣称对于共产党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的提法不是邀请，而是召唤。召唤？真亏他们想得出来，这完全是主子对奴才发号施令的用词嘛。不过他的这个提法已经被安理会否决了。安理会重申了对我们的邀请。好，很好。我们不仅要在战场上打败美国人，在联合国的讲台上，一样也要打败他们。哎，恩来，你马上组织一个赴联合国的代表团，啊。主席呀，你说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应该由谁来担任？恩来啊，这方面你是经验丰富，心里边恐怕早有人选了吧？主席，恐怕这个团长人选已经在主席的心里了吧？哎，你先说，看我们是不是想到一块儿去了？我想这个代表团团长应该由伍修权同志担任。哎，英雄所见略同啊！总理，你说什么？派我去联合国？是啊，主席说了，这次去联合国可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开会，是要和美国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当年啊，你在处理沈阳领事馆事件的时候，和美国人的斗争就是有理有利有节。我相信这一次啊，你也一定会圆满地完成任务。怎么样？有没有信心啊？主席和总理对我都这么有信心，我对自己还能没信心？好，千军万马杀出来的将军，果然气魄不一样。总理，其实几年前我就差点去了联合国。你忘了，1945年联合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党中央决定派我随董必武同志作为解放区的代表，参加同国民党联合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对，有这件事。当初你们刚刚到重庆，国民党政府呢对你们有戒心，想了个非常可笑的借口把你们给拦住了。他说我有沙眼。按照国际惯例，有沙眼的人是不允许出国的。于是我这个眼睛本来一点毛病都没有的人，哎，经他们一检查，就患了沙眼了。没想到啊，过了5年，你作为我们新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堂堂正正地走进了联合国，而那个刁难你的
国民党政府只能寄顺于台湾的孤岛了。所以啊，我和联合国还是有点缘分的。光华，中央决定，这一次你作为代表团的顾问。您放心，总理，我一定全力以赴地配合吴秀娟同志。太好了，有你乔大才子为我做摇羽毛扇，我就更踏实了。吴将军，您得轻点，这胳膊坏坏了，就摇不动羽毛扇了。有，你们俩都在呢。小亮，我正想问你呢，关于联大的有关资料翻译的怎么样了？您放心，所有资料肯定在出发之前完毕。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好，我这就去。好。子枫，因为我国现在同美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目前入境签证的地点就定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我们从那里转赴美国，具体的手续你要盯一下。没问题。子枫，还有一件事情，根据可靠的情报，台湾国民党方面已经派遣了特务前往纽约，要破坏我们代表团的活动。吴团长，他们具体有什么计划？目前还不清楚啊。到了美国以后，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单独行动。吴团长，你放心。明天啊，你们就要代表我们新中国去联合国了。你们可是我们新中国第一个赴联合国的代表团呐！请记住，你们的每一个人啊，都代表着我们伟大的新中国和近5亿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你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全世界各方人士所注目啊！我们同帝国主义的战争，从炮火连天的战场，转移到了唇枪舌剑的联合国的讲坛，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针锋相对、面对面的斗争。这无论对我们个人，还是我们的国家，都是一个挑战。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预祝你们旗开得胜，凯旋而归。谢谢同学，谢谢。团长，看见我姐了吗？怎么回事？姐，怎么了？我找我姐，她不能去了，她不能出国了。燕子，姐，不能去了。姐，怎么了？怎么了？姐，你的任务取消了。为什么取消我的任务？是啊，燕子，为什么取消了？这是总理给你派的新的任务。什么新的任务？姐，陈参谋，你怎么会在北京？你们团长呢？嫂子，我们在朝鲜遇上了美国飞机的轰炸，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团长。姐，小亮，老五，到点了。姐夫还等着见最后一面。今天刚好有架飞机飞沈阳，总理已经特批我们坐这架飞机走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姐。燕子，咱赶紧走吧。小亮，赶紧去吧。燕子，一路上照顾好你姐姐，快走吧。
陆团长，这次出行的所有资料都是我翻译的，我没有办法现在做交接工作。如果我不去美国，一定会影响代表团的工作。姐，那姐夫呢？你不看他？听我告诉你，姐夫，我工作日结束，立刻回来看他。姐，那只是最后一面了呢，回去。怎么回事？出发！上车！小心！没事吧？你不要命了？谢谢。没有。老乔，我想在这儿加上毁坏中国财产。嗯。爷爷，爷爷，在这一句之后加上毁坏中国财产。好，抵达后马上打印。好，放心。纷乱的世界上，我信步走过，变幻的风云里，你越发巍峨。唯有那么一天，环球同此两人，云水间响彻我们沐浴的草。